莞缺工10万，深圳缺工12万，民工荒近期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没有人就想办法去招民工。企业招工困难，农民工找到合适的工作似乎更难。用人单位是很多，但是他给不起工资。走读大中华，行走世界工厂东莞，破解民工荒真相。媒体所谓的民工荒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民工荒的背后又能折射出什么样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又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目前珠三角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请跟我们的摄像机一起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听一听，去想一想。其实缺工在东莞不是稀罕事，危机爆发前的东莞，每年7、8月份都会发生季节性的民工荒，因为7、8月是开工旺季。金融危机后出现的用工短缺，在具体层面上跟以往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缺工的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我们试图走进东莞的一家玩具厂，做更深入的了解。这是秀英吧？戴秀英，你好，你好，你好。在我们厂你是总经理还是？他叫戴秀英，是这家玩具厂的总经理。戴秀英告诉我们，工厂效益最好时曾拥有600多名员工，经济危机期间工厂损失严重，只剩下不到200名工人。目前戴秀英终于派来了期待已久的订单，却又面临了严重的缺工状况。这缺工的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整个工厂来说，现在不要说我们工厂吧，整个珠三角这一块的工厂来说哈，民工缺工是非常严重。在总部一个部门，那就应该是到120个这样，但是呢，目前来说只有80，将近缺了40%的工人。我们整个工厂来说，现在不要说我们工厂吧，整个珠三角这一块的工厂来说哈，民工缺工是非常严重。可以这样说是闹民工荒。我们看到原本坐满工人的厂房里，现在有一排机器是完全空着的。戴秀英告诉我们，这排机器从金融危机的时候到现在一直是空着，没有人用。原本已经到手的几个大订单，也因为找不到工人而被迫取消。这让从事玩具制造业10多年的戴秀英感到十分的焦急。无奈之下，他决定和人事经理去找一批零工。离戴秀英工厂不远的地方有个篮球场，每天早晨7点钟，这里会聚集很多打零工的人。这个市场呢，就是说全是零工的，没有合同工的。如果是我们根据我们本厂的需要的话，如果是需要招什么样的哪一个方面的那些零工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在这里的话，都是在这里问。零工的工资是计时收取的，而且工价比长期工要高一些。但是为了完成这些突然增多的订单，他们也不得不多花些钱来雇佣他们。如果是我给你5块钱一个小时，你干不干？啊？5块钱一个小时。5块太低了。你要多少钱一个小时？5块，太多，6块太多。你大概要多少钱一个小时这样？啊，这样的单位具体都是，看你做毛布的吧，6块钱一个小时都低了，都是6块5以上啊。来跟他们招工的时候，他们就会讨价还价，说多少钱一个小时啊，然后他们知道要他们的心目中的一个高价格，然后才可以这样的。因为双方在工钱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1个小时过去了，戴秀英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人。就是厂里面的工价压得很低吧，压得很低，些工人吃不了饭啊。他主要是条件不行，是不？他给的太少了。为了完成订单，戴秀英最终还是出高价钱招到了几个工人。戴秀英告诉我们，目前他的工厂里有将近40名零工，
因为这些人的工资是计时收取，而不是计量，他们很多人便会慢慢的做。为了保证效率和质量，他每天都要亲自到车间去检查和督促。小儿子啊，刚才我来看到你的是在那里嘻嘻哈哈、笑笑哈哈的，干嘛？你啊？没干嘛？没干嘛？你这样慢慢的做，慢慢的做行吗？你的任务能完成吗？工作的时间内不要这样嘻嘻哈哈的吧。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戴秀英就会想起自己在工厂做工人的日子。她深深地感觉到，现在的工人和他们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觉得我们当时出来的时候，很多工厂都不要人，我们就很想多找一份工作。当我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很努力、很认真的做，很怕我们的老板啊，或者是我们的上司不要我们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现在是他们不怕我们了，他们会说你随时都可以让我走啊，他们会这样子的想法，他们无所谓啊，他说反正你这里不要，别的家都要嘛。对对对，是。戴秀英每天会亲自整理展示间的玩具，这里的每款玩具，她都会像喜欢自己的孩子一样。工厂刚刚设计做出来的，那我们也拿了它的这个外形的专利。目前来说，我们在这个深圳我们这个玩具礼品展我们展销会，那一下来就接到将近10万个订单吧。那我想呢，就是可能因为现在目前缺工啊，可能我们就说面临要做这个东西又是一个困难。缺民工，然后是完成老板他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呢，是一个人的性格本身是好好的，但是因为压力太大以后呢，变得就是很糟、很急、很烦、很躁那种的。所以呢，很多人就称说玩具厂的老板都是疯子，是这样子讲。为了摆脱企业缺工的困境，把玩具厂更好的经营下去，戴秀英有了新的想法。那我自己也有个打算，就是说在这个1-2年之内，或者是说明年都有可能我会这样做，就会说我们这边只是成立一个办公室，然后就对外接单，然后呢是我们会把这个单接下来以后呢，我们会发到内地去做这样子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在东莞，像玩具厂这样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对普通工人的短缺现象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在一些对工人技术和文化水平要求比较高的高科技产业，他们的用工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走进了东莞大朗镇一家台资器材厂。技术工人的要求比较高的企业，他如何面对这种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我们走访在这里一个台资的企业，看看他们在这里面一些实际情况，以及他们是怎么面对和化解、解决这些问题的。